日本收纳女王生3胎后摆烂，名字就叫近藤麻里惠的人生现在很混乱，但那也没关系。通常当我们想要来进行断舍离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一个是物件的，或者呢是对人际关系、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进行一种整顿。但是我们只是说好像看到断舍离这种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较适合我自己现在的状态，想要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去看断舍离的收纳心法，哪一些鞋子、哪一些衣服是要丢掉的，哪一些什么不常用的物品是要丢掉的，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应该舍弃的，等等这些的，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形态的模仿，而且变得很教条主义。这样其实我们只是在不断的擦屁股的行为。人的大脑就是这样子，它会不断的去解决问题，想要去解决问题。当我们看到臃肿的生活状态，这个时候就像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的这种状态，就是想要解决这么臃肿的东西，但是却忽略了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要去看这个问题背后真正的成因，它是如何渐渐然后突然形成的，绝对不是突然变成这样子，也不是今天突然想要断舍离，而是那个承载量达到了自己的一个临界值。所以当我看到断舍离的时候呢，就拿过来用了。断舍离真的就只是收纳、整理、归纳和清洁吗？做过清洁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每次做大扫除，就是给全屋做一个清洁整理的时候，心情都非常好。可以说清洁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后遗症的一种行为，一个是体力上得到了消耗，还有一个自己又享受了一种干净整洁的生活空间，这个是非常受用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是不是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其实更想要一种不那么臃肿、比较清爽、明亮的生活？不管是生活环境也好，还是自己的身心状态也好，其实我们更想表达的是这个。就算是我们模仿了这种行为，我们舍弃了别人教我们的我们应该舍弃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习惯上还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的爆发，它真的只是迟早的事情。这个迟早是来自于可能你这一生很幸运的没有遇到这种触发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这样就无异于把自己的生活状态交给了一种运气。我们为什么不在发生状况之前提前预防，提前做一些准备和调整，真正的从我们的心理习惯上来改变，然后自然的就会知道断舍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模式了。混乱也好，整洁也好，都可以，它只是我们生活的，甚至是一天当中不同的生活状态。从我们早上起床开始，我们前一晚刚收拾好的屋子，随着我们的日常轨迹的展开，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就是会开始乱。但是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物归原主，或者说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就很有习惯、很有条理的保持这个节奏，什么样都行，但是有拿有取就有放回，有清洁，这么一整个循环，这样才是一个很好的使用的生态。所以断舍离抛开心理机制的话，就是使用，我们要去使用它，不管是日用品也好，或者是摆件，自己很喜欢的摆件，要经常给它去扫一扫灰，每天要去有一种在使用它的感觉，它才不会蒙尘，才不会变得昏暗。就是这样子，物品是这样子，人也是这样子。作为一个人，维持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状态，真正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做断舍离，它接下来就是一件很顺滑的事情。保持这些物品的洁净，维持这些人际关系，一定是需要消耗我们自己的精力的，我们需要用心的去对待。当超出了这个精力范围的时候，自然的就会想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真正的断舍离其实不是不需要那个东西，也不是说我不能有那些欲望，是它已经超出了我的精力范围，哪怕是清扫这一个物品也好，我都没有那个精力去保养它的时候，我自然的就知道下一次不会想要再购入，也知道自己会越来越知道自己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但是呢，人真正的需求就那几样，
吃喝拉撒睡，基本的一些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没有更多了。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有的可能说自然环境不一样，所以我要那么去收纳，你要那么去收纳它。当它具体到任何一种很细节的方式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可笑、很滑稽。有的人生活它就是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断舍离、极简生活、扫除力或者说钝感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一些形态的模仿，就是有形无质，就是跟随这些博主也好，各种各样的作者在模仿断舍离它的形态，甚至他们也只是在学习了禅宗的这些形态，但是呢又没有真正的核心来支撑，往往到了一个阶段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真正的极简其实是人的本身，就是为道日损，身心真正的安静下来，不再需要那么多多余的东西，待着就感觉到很踏实。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没有那么多，反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延伸出来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不断的把这个断舍离从外在的拥有的这些东西不断的半径收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啊！我又要讲静坐了，就是要静下来，就能体验到内心的充满充实，不再需要那么多多余的附着，反而会感觉到这些都是累赘。自然的就是清爽，不需要用刺激填充，日常呢也会处于充实状态，而且不用担心复发、反弹啊、放弃、彻底摆烂的这种很极端的选择出现。在这个状态下，自然的就会看到更多的美的东西，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需求，反而会进入一种有什么用什么，一切是在于我来使用的，而不是我想要一个那样的东西，它来定义我的生活。所以当你成为一名禅师，或者每天静坐放松进入状态开始，极简的眼光就开启了，不再喜欢复杂而没有用的，就是直接、简单、有效，直接得出最佳效果的答案。这就是智慧，不需要逻辑和推理。有一次听到小林章先生他在分享自己做字体设计的一点心得的时候，我这句话感觉很受用。字体之间透着光亮，当时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他说的时候，觉得这是很美的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是一笔一画这个字传达出来的东西，而他做字已经出神入化的这么一位老师，他看到的不仅是有笔画的部分，还有是填充的部分。这里就很像《道德经》当中说的一句无知以为用，多去思考如何空下来，而不是如何去填充。填充的东西就是直接限制住了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空间而产生了无限的使用。不管是现有生活空间改造，还是自己未来空间的问题，出发点应该是人本身，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空间的填充和高效的利用或者收纳整理这方面。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多去思考如何空，可能比填充行为本身更有生命价值。